卡莎加露露最有操作的组合。哎，这边对面一级在干嘛？算了，先不管这两个鸟。我们都知道啊，下个版本耐久度提升了，所有英雄都增加了生命值和双抗，有人欢喜有人忧。像沙米拉这种的都变肉了，一套 S 杀不了，那就是纯削弱。但是我们的卡莎啊都变肉了，它本身还有百分比，这个强度啊直线上升。所以下个版本啊，卡莎露露更轮椅了。然后再把的话双排，因为这个号是水友的号，他这个赛季没怎么玩，被我拿来打5排了 ，KD 和胜率比较高，所以我单排打这个号啊基本上赢不了，所以只能找个水友啊打双排玩卡莎露露，因为排的队友啊太抽象了，只有强大的轮椅组合才能赢。你们都知道啊，我的卡莎是红水晶出门，直接做护甲鞋的，我从来不会常见出门裸接弓，因为卡莎前期本身就不强，只要保证别炸线就行。有些人打法比较激进，玩卡莎带疾跑啊出长剑，想前期打出优势，然后就被卢仙德莱文什么的啊打成0-8，但是觉得自己没有问题，先说打野不来抓，再进野区吃野怪，打团不来无脑袋，最后来一句不配赢。这种卡莎少爷你遇到过没？我相信大部分啊 KD 超过4的人都遇到过不少次。只要你数据好，对吧？你能 C， 他就给你排这种少爷恶心你，就导致很多人啊讨厌卡莎这个英雄。但是这类人他玩什么英雄都那样，跟卡莎无关啊，只是卡莎很轮椅，必赢局啊，他们会以为自己很秀，一旦对面会玩了，立马就原形毕露了。真正的卡莎高手啊很强的，我玩打野最怕的就是卡莎。你像别的 AD， 他如果开局有人投，我是不会担心的，唯独卡莎这个英雄，哪怕前期没有人投，你不去抓崩他，到了中期啊，带着虚弱啊，穿着护甲鞋，进攻叠满，跟个战士一样，后面再补个双生，你拿头切。别的 AD 这么粗，他没伤害呀，但是卡莎这么粗啊，有伤害有输出，所以他是我最讨厌遇到的 AD。尤其是你胜率高的时候，那个队友就疯狂送，给对面卡莎送个超神，你说我玩打野怎么切呀？等下个版本更完了，卡莎更肉了。你要是前期不抓崩他，队友再给他送几个人头，你就是玩瑞文你都处理不掉。这个时候中下已经崩了，推掉上路一塔，我们转中。但是你们都知道啊，这个系统制裁你的时候，不只是队友菜，对面玩的也很好。我刚来中路啊，这个赛人就过来了，亚索4-0啊，这边的话我们打不动，露露给大我们飞上来，但这个时候的卡莎伤害不高，我们只能等队友。但这个亚索啊，直接1Q 闪击飞我，然后洛又来了个 W 接大招啊，我直接被控死了。复活之后继续来中，这里洛过来了，他一个 W 抬空了，那这一波的话可以反打。洛开大魅惑啊，亚索把我吹起来，露露给大啊，我们这边的话有护甲鞋不用怕，大招往下飞啊，收掉这个洛，然后疯狂平 A 亚索啊，酒桶过来了，立马闪现走。然后这个卡牌整花活啊，居然想抓一个酒桶，他这一飞不要紧啊，我去救他，把我骗进去了。洛直接控我们这边的话顶不住了呀，我一个 AD 在吃伤害啊，这个剑魔在旁边看，然后他开大了被吹了啊，这边的话我们看好了，剑魔1段 Q 啊，2段 Q 啊，3段 Q， 我的妈，看到了没？知道为什么打不过赛恩了吧？就现在系统制裁你啊，明着来。这个号5排80的胜率，我单排了2天，打到了66，就纯赢不了，知道吗？怎么努力都没用，队友全是最高大师最高钻石，对面虽然是钻石的，但是基本上都上过王者和传说，就这么明显，知道吗？明着搞你，以前起码还藏着掖着，现在直接不藏了，知道吧？就卡你日活。像有的水友问我，他明明打了很多，为什么还是上不去分？我问他打了多少把，他说这个赛季啊打了400多把了，400多把也好意思叫日活哥吗？真正的日活哥都已经1000把了，你哪来的自信啊？跟日活哥比，这个系统我都摸清了。给你们打个比方，比如你本来上王者只需要300把，他会给你多卡100多场，差不多500把的时候你就上去了。所以当你明显感到啊两边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，不用怀疑自己啊，就是系统在搞你。当然如果说你场次很高，胜率低于50%，这个跟系统真没关系，这就是你自己啊本身的问题。你要记住了啊，这个东西是让你多玩的，而不是逼你弃坑的。你该上的分它总会上去，只是系统会卡场次，它不会说你本身有王者的实力，它就是不让你上，不可能的。策划还没有那么闲，它只是坏啊，但不是傻。行了，不说了啊，以后这个后台私信啊，不要总跟我说系统卡你了。你要是200-300把上不去就罢了，都打了700-800场了，你上不去，这个跟系统真没关系。我们还是来看我们的轮椅吧。对面纳万大龙想强推，我这边的话利用赛恩叠致命节奏。这个时候我们只有3件装备啊，没有这个峡谷，所以打肉的话没有那么快。然后这个酒桶直接一闪把我秒了。我那个位置很危险，我也知道，我也希望队友在前面，我在后面输出，但是都不往前靠，都躲在后面。这个兵又只能我来清，对面又拿了个远古龙啊，直接双龙会。赛恩想撞我们隐身拉开，露露给大招，我们这边直接疯狂平 A 叠致命节奏。只要这一波顶住了，到了后面我们就无敌了。就你们猜这一把我打了多少伤害？整整10万，知道吗？10万输出。就这种大逆风局啊，能打这么高伤害的也就卡莎了。然后这个赛恩他又开进来了，什么意思？真把所有人都当剑魔呢？话说我没有剑魔打过赛恩，
我个人感觉啊，建模应该挺好打3N 的吧？哎，先不扯了啊，这边酒桶的话一闪失误了，好机会。他大招炸开，然后开金身，卡金身 W 射他，然后跟上一个平 A， 想走啊，我们这飞上来收掉他。酒桶一死我就无敌了，再闪回高地啊，疯狂输出。这边的话霞被我的飞雷弓打残了，我的轮椅都让我搓冒烟了，终于把这3N 杀了。这一波我们居然打赢了。什么叫轮椅英雄啊？只需要按住平 A 就把对面干碎了。然后这个洛居然骑龙了，我就说怎么少了个人切我。我们这边的话疯狂射击霸王龙，往前走卡住洛逃跑的位置，他直接开大招啊，抬4个很帅。但是为时已晚，你的队友已经没了，这就是乱骑龙的代价，应该让3N 去骑的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成装了，开始展现啊轮椅的魅力。W 锁住这个霞，直接飞过来切他。露露给变羊很关键，哎，直接给他秒了。洛来控我，别交水银，等他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再交。酒桶没有位移了，我们随便射，但是他俩跑得比较快啊，没有关系，后面还有亚索放风墙，我们这边的话往上走啊，直接射这个3N。看这个输出频率，看这个伤害，再看这个坦度，下个版本的卡莎我都不知道怎么输。然后这个3N居然出了个金身，我靠，这么装，给对面玩嗨了，知道吗？前面太顺了啊，对面5个人以为在虐菜，突然感觉不对劲了啊，卡莎狗起来了。对面少人，我们开边古龙，洛竟然躲在草里，好在我们正好隐身，亚索没加上大招，露露给大，我们开始操作。不过对面这把有个亚索啊，很克制我，等他方向消失了啊，尝试往前走一走，逼对面位置，毕竟打龙的话有风险，先利用我们这个强度啊，帮队友创造环境，这里找准机会直接飞上去，然后立马水银解掉，闪现再往后拉。请问一下，有哪个 AD 能做到？只要前期不崩，对吧？拖到后面装备成型之后的卡莎就是无敌的。所以对线德莱文、卢仙什么的，赶紧做护甲鞋，知道吧？千万不要做长剑了。就我玩卢仙的时候，对面玩卡莎，长剑出门，2级不杀他都是我的失误。然后这里艾克居然真抢到了，这一点是出乎我的意料。然后这个酒桶是卡了吗？怎么不动了？就剩一个3N了啊，他还以为自己很肉呢。本来这里是一波不了的，毕竟有3个人。结果艾克卡了一下啊，进塔之后不动了，对面以为掉线了就出来打，然后艾克又好了，开大招了。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真卡了。你还别说，多亏他这一波勾引，要不然肯定推不掉。这一把打下来，你们应该看出这个卡莎的强度了吧？虽然卡莎很轮椅，但前期真的很考验你的基本功，所以跟我学啊，裸护甲鞋就完事了。今天来把上单剁手。这个赛季我上单啊玩的很少，因为上路的话语权太低了，玩个战士忙活半天，可能还没有啊玩肉打功能性的上分快。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啊，你玩个肉，打野一般不会帮你抓，除非你对位的啊是很好杀的英雄。这版本的重心都在下路，不是因为下路2个人多 C， 而是下路2个人一旦崩了，送起来了，那你们上中野啊就这3个神仙你也带不动。反之，你只要把对面下路搞崩了，那这把基本上就稳了。但是这一把吧，对面是永恩，我玩的还是诺手。诺手在这个版本的强度还是可以的，算是少有的几个能飞得上单。这里我想单杀呢，结果这个莉莉娅来了，想 Q 闪换啊，但是可惜差了一点，那这没办法了。然后我也喊打野，想让他帮我抓一波。然后这个维鲁斯啊说的话很不舒服，说帮我和冰女没用啊，帮了也是送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上路是2个肉就罢了吧，对面是永恩，为什么不能抓？更何况我是诺手，就现在上单这么卑微了吗？你喊打野怼你的居然是 AD。不过这边冰女过来了，看来他也看维鲁斯不爽，维鲁斯让他去帮啊，他不去，他来帮我了。先说好啊，我可没有喊冰女，我就说了个打野来帮一下，人家是自愿来帮我抓的。然后这个维屌丝真去帮上路，指望诺手 C， 我受不了了啊！我要开始开喷了。现在的 AD 啊没大没小的，你是重心，那是因为你送起来赢不了，而不是你这个位置很能 C。如果让永恩起来了，你不会以为你能活吧？我直接把永恩给爆掉，不就简单了吗？而且这一整把全程就冰女帮了这一波，他在下路啊被帮了无数次，还要求这个要求那个，我最起码优势了，我来帮忙。然后这个逆天打野，我都发信号来拿龙了，我们多个人，他不拿龙跑去打先锋了，然后还被永恩给杀了。不过这个先锋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还得是我的永恩哥啊。那这边的话，好人当到底，对吧？直接留下来吧。他开 EQ 还挣扎，我就蹲影子。然后这个小鹿居然在，我们用他去血怒，往外一个拉，落魅惑啊。这边的话锤石也来了，人有点多啊，但是没关系。我们这边的话，再续一下血怒，再一个 Q 回血，然后往下拉，落倒了但是没关系，我们 E 好了，我们直接拉过来，外圈血怒瓜，再一个 W。说话，维鲁斯说话，上单能不能 C？ 先吃萝卜瞎操心，我又不是少爷，我被单杀了好几次，我还叫打野，我的态度很诚恳呀，对吧？来帮一次啊，就一次就行了。这个要求很高吗？难道现在上单玩家这么卑微吗？帮一次都不行？赶紧出塔姆，我要玩塔姆上单。再遇到这种 AD， 我直接吞下去，往对面塔下跑。我让你先吃萝卜瞎操心。不过这边的话他还有用啊，还知道闪现捆。我们直接一个 AWQ 闪现一个大招劈死。这把的主角是诺手，然后这个锤石带霞来抓我，
这个位置你们确定要搞吗？我队友全来了，垂手勾到不用慌，我们一个 Q 技能回点血，瞎闪过来，我们一个 AJW 直接劈 A 垂直再一下，他瞄的这个莉莉啊，这里龙刷了啊，我过来靠龙，结果中路打起来了，我们直接不解释连招啊，推推棒冲脸拉起了一个外旋刮，大招就留着吧啊，不用抢人头。但是我在上线的时候啊，中路被开了，等我来的时候已经是残局了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先赶紧啊闪现劈血怒，然后再一个外圈刮接推推棒，再 A 一下霞，这边的话拉一下，他开大了，没事啊 ，W 永恩回头劈这个，刀没被留死了啊，还是个永恩。我们开 Q 加速啊，这边的话，身体里的野兽觉醒了，外圈刮空了没关系，我们素质很高 ，AJW 直接秒掉，是不是站出来了啊？上单玩家也有尊严的，知道吧？不要动不动瞧不起上单。虽然上单确实话语权不行，但是会玩的上单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扶持全队。看过22年的世界赛了没？最后一把的建模不就是拿自己的命帮队友发育吗？你要说靠上单啊打对面5个能赢，这个基本上不可能。但是只要上单起来了啊，对面就会多一个威胁，就不会全神贯注的都切你。作为 AD， 你的输出环境也会更好。如果打野无脑帮上单啊还没有效果的话，你确实可以说2句，关键还没来帮呢。你上来一句对吧？帮中上没用，他们会送。这句话谁听了都不舒服。再说了对吧？上单是个诺手，这个英雄前中线那么强，只要前期有了点小优势，去打龙团那不是无敌的。所以要理解一下上单玩家，毕竟上单啊真吃操作，不管是换血还是拉扯啊，还是这个技能的衔接，比 ADC 无脑 A 要强多了。你还别跟我犟啊，专业玩上单的基本功比专业玩 AD 的要强得多，只是操作跟收益啊不相符而已。就像你玩个卡莎对吧？开局很顺，到了中后期需要一点操作吗？但是你玩个剑姬剁手什么的，你要无脑上的话，还真有可能打不出作用。尤其是上单的胜率榜里，前10的上单有4个 ADC， 这个简直，设计师你平衡了什么？1v1男人大战居然有这么多长手，而且胜率还不低，说明上路 AD 的生存环境比原来好多了。以前可以提前买推推棒，也可以多个破剑者，现在好了，对吧？推推棒得6分钟之后买，破剑者也移除了，没有位移的上单啊，你就安心被折磨吧。希望下个版本啊，耐久度提升之后，上单的环境能好受一些。另外过几天有个 solo 赛，有奖金的啊，想打的可以报名一下。这卢线一重做也太猛了吧，直接从倒数啊变成胜率第1了。就现在一级学 W， 你看这个伤害，对吧？配个日女，一级闪现定住啊，再加我们 W 触发2次被动，直接能秒满血的人，非常夸张。就前期这个强度啊，德莱文来了都不虚。为什么前期伤害这么高呢？因为卢线啊新增了一个被动，就是你附近的英雄啊给你回复或者是护盾，再或者打出控制了，你的下2次普攻就会造成额外的魔法伤害，这个伤害在前期是很高的。但是削弱了它的基础攻击力，说白了就是不想让你去玩中单卢仙，把卢仙赶回下路。我觉得那些单人路 AD 啊都应该这么改。就你看现在上单的那个胜率，前10里面有3个 AD， 甚至卢仙都这么改了，还是有人打上单，并且胜率啊比大部分上单都高，只能说很抽象。然后经过我的测试啊，就是现在的卢仙啊搭配硬辅前期要更猛一些。首先软辅的话啊，那个带艾琳那个盾它不算，不能给卢仙加被动的，所以像露露这种只能给盾的啊，只有1层被动，除非你能再给个变羊。娜美也是一样，就 W 给个回血，然后加个被动，除非你能 Q 到。但我们都知道啊，论上限的话还是软辅高一些，所以高分段的话搭配软辅，中低分段啊就得搭配硬辅，只要对位杀穿了啊，那基本上就赢了。最适配的硬辅啊就是日女和泰坦，尤其是日女，她的被动本来就有伤害，再加上卢仙这个新被动，就前面你也看到了，对面下路根本玩不了，就指到谁就秒谁，知道吧？瞬间秒。日女的控制还没结束，对面人就没了。所以卢仙这个被动啊肯定会削，所以趁现在赶紧玩，找个好基友组牌啊，左手日女，右手泰坦。先不说赢不赢啊，反正对线啊乱杀。你要现在不打爽的话啊，后面肯定削，早晚削成啊。即便你有被动，也只能打出原来卢仙的伤害。你信不信？反正这个被动肯定得砍。但反言之啊，太依赖被动也不好，就是需要辅助啊，随时跟你在一起。有时候你们2个人啊可能分开了啊，他去控别人了，然后你打你脸上的，这样伤害啊就比原来少了不少。所以尽量跟辅助啊待在一起，他不跟你的话，你就跟他啊，就赖着他。毕竟没队友啊，你打不出被动呀。装备跟符文的话变化不大，还是强攻3皇加个骸骨。我个人感觉啊，没必要带猛然冲击，只要打出被动啊，伤害完全够的。带骸骨的话，1级对吧？我们直接打，对面换谁都打不过。毕竟这个猛然冲击对吧？你得学了1技能之后才能触发。装备就吸血鞋、蓝切太阳刀。如果你们对线啊是大优势，你的经济啊拉开了，第3件就火炮。反之啊没有优势，对面前排你打不动了，第3件就做这个穿甲，然后第4件再火炮，最后补个黑切就可以了。经济如果一出了啊，可以把前面的蓝切换成无尽，前期打得凶一点，哪怕啊1级失误了，或者是对吧中间被抓了，
开局0-1、0-2，影响也不大啊，只要让日女摸到了，照样还是秒。你都选出这个组合了啊，你都不能发育吧？卢仙跟日女可不是发育英雄。很多水友问我啊，能不能复刻端游的卢娜？前面也说了啊，这个艾琳的盾不算被动，娜美不是很适配，软辅里最适配的啊还是得猫咪或者是米利欧啊，但是这俩的话在班位上几乎是不可能选到的，所以还是日女和泰坦比较搭。然后你看这一波对吧，没有队友帮你触发被动啊，这个剑魔就一个铁板鞋打不动，我可是一个大优势的卢仙，所以一定要跟队友打配合。但是这种脆皮吧啊，卢仙还是能秒的，但是需要打满一整套。像中间啊，队友补个控制，你看这个伤害瞬间就秒了，这个努也扛不住我们的伤害。但是这个狡猾的女警啊，临死之前在桃里面放了个夹子，把我给夹住了，这没办法了。虽然卢仙确实变强了，但他的问题还是那样，就是后期的话打肉的话不太行，再加上自己的手比较短，如果你们家的前排啊比较傻，去给对面 AD 啊叠致命节奏，叠起来之后你就很难受了。所以在辅助啊没有到位之前，其他人往前面乱冲，你就在后面啊开个大招就行了。等辅助来了啊，空到人了，我们再上去秒人。千万不要一个人啊，对吧？觉得自己大优势很无敌，没管辅助来不来啊，跟着其他队友来去打团，然后没人给你触发被动啊，没伤害，团输一波，你后面就很难打了。然后这里你看我身上我这个被动啊，队友明明也没打控制，也没奶我，怎么有4层被动呢？控大龙也算被动吗？这不会是 bug 吧？就像艾琳那个盾不能触发一样，他被动明明说了啊，只要队友给的盾就行，没有专门说符文的盾不算。这要是 bug 的话，赶紧修啊！对转辅的影响很大的，尤其是技能给回血的，像娜美跟奶妈，对吧？一个技能就可以给卢仙满层被动，当然也可以配琴女，因为琴女的话，对吧？有控有回血有盾，全方位啊帮卢仙触发被动。当然分段高了啊，配个牛头也行，或者是刚加强的机器人，只要勾得准啊，那过来就是一个击飞，再接卢仙的一点点啊 Q 点点，满血直接秒，真的，毕竟机器人啊也加强了。这卢仙一改啊，连带的辅助，这个胜率的变化都很大。适配卢仙的胜率变高了，不适配的都下去了，可见卢仙这英雄的强度。但我还是想吐槽一下，明明卢仙都已经砍了单人路了，结果中单的胜率啊反而变高了，那就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削了攻击力之后呢，加强了双抗。卢仙欺负法师本来就不需要这6点攻击力，加了双抗更方便踩头法师了，可见这个版本啊法师的强度没完没了。我靠，是真人家人，想教别人去当老师去，别来这玩游戏。他居然是真人，他居然是一个活的人。哎，前几天啊，想用自己的号啊单排打一把龙女的素材，因为这个龙女啊刚加强，我跟水友打组排啊特别猛。但是也有人呢想看单排的素材，我寻思对吧，龙女都这么强了，单排就单排呗。结果啊，我这个号啊，你们都知道啊，我自己的号基本上都是跟水友打5排的，所以胜率和 KD 有点高，场次还打的比较少，总共打了4把单排，给我排了4堆牛马。完全没法玩，知道吧？就是只要你的号组排了，你去打单排，你就会感觉啊，这个游戏在撵你走。这把已经是那4把里啊，队友最正常的一局，因为只有铁男一个人在送，其他路啊在正常的玩。那3局是2-3个人一起送，这把还好一点，起码只有一个人在送。他为什么送呢？很简单，玩铁男出门小黄书打万豪，人家万豪红水晶出门，单杀他之后呢做魔抗鞋，他被杀了一次之后呢继续出小黄书。我跟他说啊，做铁板鞋，人家不听啊，就是得做峡谷制造者。然后峡谷是出完了，但是已经1-5了，我还以为他是人机呢，毕竟人机啊不会变通，只会根据这个设置装备出。结果他居然开麦了，知道吗？嫌我教他玩游戏，你看到了没？这种就是啊，被这个恶心机制抬上来的恶心玩家。他本身啊对这个游戏玩的不是很精通，但是因为玩的多，系统给他抬上来了。但是他意识不到啊，他只会觉得是我打得好，我靠自己的实力上来的。所以他们一般很难会听别人的建议，你不管谁来，对吧？铁男打万豪，你想赢的话，你是肯定是红水晶出门，然后护甲鞋的。不懂的话可以啊，别人可以教你。在你1-5的情况下，别人心平气和的跟你说出护甲鞋，你倒是不耐烦啊，我想出什么出什么，关你什么事？这就是最标准的日活哥，不会出装送人头，把自己的气发给队友。所以这类人啊，你不要指望他们打个1000把能有提升。很多人都说啊，日活哥一个赛季打上1500把，就是头猪啊，他也能进步吧？他们还真进步不了，因为他不吸取教训，哪怕别人教他也不听，他以后打万豪，他还是会小黄书出门，还是会被打爆。所以这个问题无解啊，这种人你也救不了。这个机制啊，就是服务这种人的，他们只要上分了，就会开心的买皮肤，这个无可厚非，对吧？你挣钱嘛，啊，你把这种玩家抬上来，挣钱是应该的。但是你能不能啊，给这种玩家多排人机？让他们跟人机自嗨去呗。
你非得把他们排给那种胜率高的 KD 高的来平衡人家的胜率，你这不是纯恶心人吗？我还真不信我这4把单排里是我运气差排到这些送人头的，你就是在精挑细选挑这些人才排给正常人，就是要卡人家的胜率。我不求你改机制，对吧？咱也不要这个公平了，绝对的公平这个是不奢望。你把你这个人机多给这些人排一排，让他们和人机自嗨去呗，让正常人跟正常人一起玩，让他们去跟人机自嗨去吧。非得把他们跟正常人排在一起，还开个麦恶心人，你这么一搞的话，说实话谁都不开心。他把队友折磨了，队友怪他，队友怪他，他也不开心他会反驳，这样就会开麦吵，就会导致游戏环境越来越差。说实话开麦对喷不是玩家素质问题，知道吧？就是把2个完全不对等实力的人放在一起，他能不生气吗？更何况这个游戏是5个人一队，而且这个版本是需要5个人都得是正常人，就是你可以不 C， 但是你得会玩，会跟着队友混。只要有1个突破口，那么4个人努力全白费，然后力气就会越来越大。所以说有些特别菜的你真的不能把他排给真人，先给他匹配人机，对吧？让他自嗨去呗。等他把人机打明白了 KD 能到4了，再把他放回排位呗。本来想打一把比较完美的赢的龙女的素材，但是我用我的号单排龙女一把没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明明龙女这个英雄加强之后很强，但是没用他让你输的时候你就得输。你不是扫码5盘吗？今天你终于单排了，可不得治他一下你。所以说玩家不是讨厌人机，你把人机排给新手，让他们去练习，不要干扰正常玩家。没有人会骂你在游戏里放人机，但是你的人机是干什么的？先找奇怪的队友制裁玩家，然后输了几把之后呢再送把人机施舍一下。你不会以为这种情况下赢了一把人机，前面的气就全消了吧？只会让人感到羞辱。当然不排除有一部分喜欢打人机的，毕竟真人打不过有人机保底，可以保持50胜率靠场次上王者。这类人也是最频繁骂我的，因为我老是接他们的老底。他们最喜欢说的就是1000把的王者也是王者，含金量是有的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但凡不送500把足够你躺到王者了，你有1/3的局都在害队友，某种意义上这确实有含金量。打3把就能坑1把确实是挺厉害的。但是龙女的强度确实很高，以前这种局队友崩了，你龙女也跟着崩，但是现在居然可以反抗一下了。我本以为这个狼人小改版只是一个小插曲，结果好家伙设计师硬是造出来个超模。它的强度怎么说呢，也就比巅峰人马要弱一点。高分段这个英雄一定要办，你不会玩的话就办掉，不要让对面选，就是纯纯的超模。先看一下这个改动，首先加强了基础法力值和法力回复，以及成长攻击力，每级增加 0.9， 被动技能的伤害基础伤害增加，额外攻击力加成加了 5%， 还优化了 Q 技能的施法。以前狼人的吸附 Q 需要长按技能，很不习惯，现在只需要稍微轻轻滑一下就可以打出吸附 Q， 并且法力值消耗全等级40点。然后 W 新增了2个效果，主动释放时提升沃迪克的视野范围，且视野无视地形，只要在这个范围里，就算被地形挡着也能看到。然后提升了施法时的感知范围全地图。然后 CD 全等级降低10秒。然后一技能新增了一个，你释放之后1秒之内再点一次，不会触发恐惧效果，但是会返还近1半的冷却时间。这个很实用的，如果对面看你开 E 了，他就会先拉开，等你一技能放了之后呢，他再回来。所以你可以提前关闭，这样 CD 就很短，对面再上来我们也不虚。另外就是这个大招你看这一波，现在大招是一个位移，你跳过去之后点击普攻就可以压制对面。以前大招是个直线，容易空不说，对面前排还能挡着。现在好了，对吧？你先跳过去普攻锁定，有点端游老版狼人的感觉了。我可以保证狼人这个英雄绝对超模，他跟龙女不一样，他本身的机制很优秀，龙女的数值再怎么加，在高分段就是不行，机制摆在那里。但是狼人可不一样这个大招这么一改，就这个前期抓人的节奏，高分段不可能放出来，干可能力赶得上人马了，真的。跟巅峰人马比起来46开吧，比人马少了点身板，但只要你一技能这个免伤用得好，差别不大。反正昨天刚改版，峡谷之巅高分段肯定都已经知道强度了，半位是不可能放出来的，但是排位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，所以你在排位里这英雄是能拿到的。就跟当初人马刚出的时候，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有多强，狼人也一样赶紧玩，趁着现在没人办赶紧抢。这个英雄就是这版本的打野 T0， 就看这个干可能力吧，大招跳过来，然后立马压制，再用恐惧把它炸回去，再 Q 技能吸附过来。你说你玩现场你怎么跑？以前还有几率躲狼人大招，现在你躲不掉呀，锁头你怎么躲？反正排位我不管，峡谷之巅你如果不玩的话赶紧办掉。
想玩的话赶紧练。这个英雄不难，技能都很简单。首先就是 W， 它的被动啊，就是当敌方生命值低于 50%， 你向他移动时就会获得加速。即便没有视野的时候，也可以根据这个地图上这个血雾的特效来找对面的位置，并且攻击生命值低于 50% 的敌人会获得 60% 的攻速加成，对野怪也生效。所以打野的时候啊，可以先惩戒，把野怪的血条打成半血。但是打小龙和大龙不行啊，前期刷红蓝 buff 可以这样，当你主动点 W 的时候，它就会提升视野范围，并且无视地形，感知全图的敌人，并且标记离你最近的英雄。你就理解为对面血量不低于 50%， 主动按 W 就能加速跑过去。狼人就一个 W 比较复杂，其他技能都很简单。Q 技能的话，对吧，就咬一口，你滑动一下就是吸附 Q， 养成吸附 Q 的习惯，知道吧？因为这样放 Q 的话，可以抵消对面控制，对面交闪交位移什么的，我们还能跟过去。一技能的话就是免伤，3秒之后会爆炸，恐惧周围的敌人。所以我们抓人的时候开 W 加速，跑过去开一技能，接近敌方之后吸附 Q 跑到他身后，再用一技能的恐惧把他炸回来，这样对面就没法跑回塔下了。大招的改动我前面也说了，如果只是前面的技能加强了，狼人还不至于这么变态。就是这个大招直接把狼人变成超模了。我们大招怎么释放呢？抓人的时候就先开 W 跑过去，距离够了直接跳过去，直接平 A 压制，然后再接吸附 Q。抓对面有位移的英雄，我们还是跑过去呢，大招直接跳了之后呢，不着急压制，对面会交位移，我们直接吸附 Q跟过去，然后再平 A 压制，对面是没法反制的。而且现在狼人的伤害很高，脆皮根本活不到压制完。就你看这最后一波4件套的狼人就这个伤害，艾克进来操作被我一口咬死了，然后大招直接压制，金克斯直接秒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一个英雄机制好了，数值还不低，他不超模谁超模？我感觉后续狼人这个英雄肯定得砍得跟人马一样，空有机制但数值的话有点低。装备和符文就左下角这一套，虽然之前狼人很冷门，但是这一改版，这个强度他肯定会是热门英雄，肯定班位多穿，跟以前的巅峰人马是一个待遇。昨晚我玩狼人的时候，有时候问我杰哥能跟狼人比吗？我操，杰是什么路边一条他只要敢大，狼人直接普攻压制，你躲不掉，再来一个吸附 Q， 你换位都能跟过去，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，知道吗？不要拿杰来侮辱狼人，知道吗？路边一条，你是怎么能问出这个问题的呢？感觉你明知故问。之前有一期视频，我总结了这个版本的强势打野，其中就有猴子。有时候问我你平时也不玩，你为什么要说他强势？这个英雄我不但玩的不多，甚至一般很少遇到。但是我上个赛季打峡谷之巅，前面没有人玩，一到不灭这个分段猴子出场率老高了，并且表现都不差，是少有的在不灭局里对面抢到男刀了，队友拿这个英雄居然能反制，所以这个英雄他是强势英雄，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只适合峡谷之巅分段高的对局，并且我看胜率榜他的胜率也不低，所以他是一个被人忽视的强势英雄，可以拿去练一手。反正打峡谷之巅你得练，因为峡谷的话强势打野办的太多了，排位你还能选个瑞文选个男刀，峡谷之巅一般选不到，所以这个时候你会一手猴子，这就是你最大的优势。首先这个符文在相位，带先攻的猴子都是虐菜的，你打低分段可以带，但是同分段下相位是最好用的，不管是打一套拉开还是后续追人都是非常好用的，能够极大的提高猴子的上限。小符文残暴致命击，小吸血，最后带个过度生长，装备就吸血鞋3项加焚天，然后15大穿甲，最后出一个双生。这个版本的话，除了纯粹的刺客，一般的战士都没有多复活甲的了。而且猴子这个英雄拉扯空间比较大，打团先手隐身敲一棍子，然后再拉回来，这样你的双生就触发了。猴子改版之后的连招很简单，甚至有一点固定，以前还需要一技能 A 一下然后再 Q， 现在直接对吧 W 隐身蹦过去1 Q 就行了，让假猴跟着你快速出棒就可以了。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控制这个假猴的位置，就是你开 W 之前，你的移动摇杆往哪边滑，你的假猴就往哪边走。逆风的情况下需要用这个技巧去探草。我就有一次关键时刻逆风局，用这个假猴骗了对面兵女的大，然后最后一波团赢了就翻盘了。所以这个技巧是很重要的。逆风局全靠假猴。至于有人问我那个猴子能出饥客吗？饥客这个装备前2件出的话性价比很高，但是它那个伤害没有加成，越到后面越疲软，所以我的建议还是别出了，越到后面性价比越低。除非你有打算我就是搅屎棍我不 C， 那这样的话可以出。但是如果你只单纯的觉得饥客的被动好看，那这就很刁钻了。你还别说，以前我玩端游就喜欢出一些5颜6色的装备，因为那样看起来很帅。然后就是这个大招，
猴子的大招啊，一般来说不需要转完，你只需要击飞之后呢，手动取消跟上平 A， 击飞之后后续的伤害很低的，还不如平 A 来的实在。所以一般都是 EQ 完了击飞，然后取消啊，再 A 一下，二段大再击飞，没必要一直转。打团的思路啊，一般都是隐身先偷后排，敲他一棍子触发相位，然后开大拉回来，顺便击飞对面前排，保自家后排。而且很多刺客都很怕猴子，你不管是强势的男刀啊，还是幽默飞镖人，只要他们想进场敲后排，猴子什么都不用干，就直接开大，进来就被击飞，然后就被激活秒。所以有时候猴子啊，没必要先打 EQ， 他冲过来我们就转，这样那些刺客就很难受。现在不管是上单还是打野啊，猴子的加点都是主 Q 负 E 的。以前老猴子啊，你可以主 E 负 Q， 现在 Q 技能伤害高啊，所以说主加 Q 技能，毕竟回血没了啊，伤害能不高吗？不过下个版本啊，耐久度提升了，整体都变肉了啊。对于现在的猴子来说，反而不如这个版本。你要是老猴子的话，应该挺适合的。为什么猴子改版呀？就是伤害一出了，很多能回血的英雄你没有机会回血，上来就被秒了，你回什么血？所以猴子也相对的啊，改成了一个爆发英雄。但是后面这个耐久度一调整啊，猴子的话估计又会变弱。但这个赛季抽分的话啊，尤其是打峡谷玩打野位啊，这个英雄你还是得练，反正会的英雄多，你肯定不吃亏。当绝活哥太惨了，对吧？你有皮肤的时候啊很强，等卖完皮肤了啊给你砍烂。所以多练一些英雄，即便有几个被砍了啊，问题也不大，你可以玩其他的。另外我自己啊在体验服玩了，这个耐久度一提升啊，你别的不说啊，卡莎狗更猛了。这个英雄真的很无解，5秒版本它能出肉，耐久度版本啊它能打肉，就很无解啊！我已经想象到下个版本卡莎带个露露，一个人操作你们5个。至于刺客的话，秒人确实没有那么容易了，但是杰哥是个例外。作为一个玩杰的，我不求杰能秒人，我只求其他刺客跟杰一样都秒不掉，这样我的心里就好受不少。毕竟杰位移多啊，上限更高，一套打不死我可以打2套，其他刺客只有1套，这样一比啊，杰在刺客里面是站起来了。当然我说的是刺客里啊，刺客里站起来了。然后法师的话还是一如既往的啊一坨，虽然这个版本啊也是一坨，现在法师啊基本上都是跟着打野的，算是打野的助手，想当法和就别想了。所以中单的思路啊得转变，不要那么自私的啊想着自己发育自己 C， 一定要优先啊支援打野。至于上单的话，收益最高的啊还是本身肉有回血，同时伤害还高的，像诺手啊、狗熊还有剑魔。这个版本有点脆，打瑞文和剑姬这种强势的，很有可能还没启动呢就被秒了。但是更完耐久度之后，你就可以裸鞋子啊跟他们打了。说实话啊，这波耐久度更新不平衡的地方太多了，因为你每个英雄啊加的都不一样，所以很难控制。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鞋子，自从鞋子改版之后，这个平衡就变得很单一，英雄强不强就看能不能打得动对面双抗鞋，所以就加数值减数值，加数值减数值，就从来不从机制上下手，就只会从数值方面来加强英雄，然后膨胀过头了，加耐久度，后面肯定啊又得一个个的加数值，比端游的设计师啊还会混工资。这个鞋子的改动真的很失败，就照着端游来呗。魔抗鞋啊给魔抗给韧性，但是不给免伤；护甲鞋给护甲，然后给免伤。非得研究个吸血鞋啊穿甲鞋，隔壁都没有这种鞋子，可以跟端游有一点不同，但是你不能脱离端游的体系。今天我们也来蹭下热度啊，双城之战2完结了啊，这个皮肤也上来了。昨天水友让我测试了啊，这个除了阿梅萨玩不到，艾克和女警还有杰斯啊我都试了，但视频的话只能发杰斯的。为什么呢啊？因为只有杰斯赢了，想打艾克皮肤素材吧被打爆了，女警就更别说了，我做梦啊都是洛跟卢仙，这2个下手啊太残忍了。但是好在啊杰斯争了口气。首先啊这个皮肤局外封面啊这个画风是双城之战的，但是模型啊就是游戏内的正常画风，同时这个动作也有改动。但是这个锤子吧就怎么说呢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就是相比于其他皮肤啊，这个锤子和炮有点分不清，其他皮肤啊看模型就能分辨，这个皮肤我玩的时候啊，我得看一下这个技能轮盘来分辨这个锤子或者是炮。至于手感的话，你要是用习惯了战斗学院啊，或者是那个超人墙，你可能不太习惯。你要是经常用原皮啊，或者是那个半生皮，那你就差不多能适应。因为这个皮肤的手感的话偏硬，并且模型的动作都不一样。你要用习惯轻的皮肤啊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卡手。这4个双层皮肤里，质量最好的应该就是杰斯的，阿梅萨的最便宜，那肯定是最差的。女警跟艾克的我都用了，女警的还可以啊，艾克的那个 Q 技能有点就是比较模糊，有点看不清。好处就是啊，对面打团乱起来看不到你的 Q， 坏处就是啊，自己也看不到。而且那2个皮肤啊，模型动作都没有变，杰斯的是连动作都变了，并且放技能啊，身上有这个紫光。这期皮肤最大的亮点就是没有抽奖。按道理说，对吧？以前就是，对吧？只要这个皮肤特效够啊，模型改了，
十有八九啊都得抽奖，结果这个居然直受。至于杰斯这个英雄的话啊，这个英雄目前的强度很尴尬，曾经作为一个上单英雄，但是护甲鞋出来之后呢，他就只能去中路欺负脆皮。设计师一看这不行啊，对吧？你跑中路干嘛？然后给了杰斯一波数值加强，给完之后呢，对吧？寻思着啊，你回上路吧。结果杰斯发现，哎，我数值更高了，我在中路，对吧？打法师更简单了，所以他更不去上路了。所以现在啊，他更像是一个中单英雄，打中路这些脆皮法师，对吧？基本上就是一套秒。但是这个游戏版本啊，我们都知道，尽量不要猜到对，因为对面前排啊全出护甲鞋，都出护甲的话，你们就很难受。你像这把啊，是队友玩艾克，是 AP 打野，所以说我就补了个杰斯。正常情况下啊，如果打野的话是 AD 英雄，你还是需要对吧玩个法师补点 AP 的，除非对面阵容啊没有前排，那样的话你就可以中野双 AD 或者双 AP。然后杰斯这个版本的装备啊，第一件啊打这种法师肯定是穿甲鞋，出完这个啊基本上一套就可以秒脆皮。然后第一个大件出星石，第二件做幽梦，对面盾多就做巨蛇，第三件焚天，然后大穿甲，最后的话啊对面肉就补个神分，补肉的话就多个夜之锋刃。当然你要对线那种对吧点控英雄，像冰女啊或者是潘森，你可以第二件做夜之锋刃。符文就先攻啊3红加一个巨杀。杰斯到了中后期啊，基本上是不可能先手的，就在侧面对吧轰对面后排，不要站在正面，因为正面的话前排会挡掉。杰斯这个版本打脆皮的伤害非常高，基本上一炮啊就得半血，所以打团之前啊一定要多 poke， 千万不要对吧上来就换锤子锤上去。顺风觉得是可以，逆风千万不要这么搞，就队友在正面啊，对面也在正面，你去侧面找机会打对面后排就可以了。轰完之后记得换锤形态，近战先攻给的钱多，虽然多不了多少啊，但是会过日子啊，都没有错。不要觉得这点钱少，知道吗？万一有时候回家就差那几十呢。然后这一波的话啊，这个男枪就像是路边一条，怎么会有人这个版本玩上单男枪呢？虽然这一把我把这个男枪给爆杀了，但是下一把啊他就把我给爆杀了。很多人会说啊，村长这么拉了啊，被这种男枪给爆杀了，因为下一把他是我队友1-9，系统看这把我太猛了啊，让我去带他，但是很可惜啊，我下一把玩的是女警，我都自身难保了，我还带他。至于这把的话，这个开隐是很坦的，我看他战绩了啊，他这把应该是被制裁了。当然他也有错对吧，选个开隐，他但凡选个瑞文啊，哪怕拿个盲僧都不会被艾克给踩头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中路打得好，毕竟中野是一体，我拿到优势了啊，那么就能扶持打野。然后这边这个男枪啊，他还没有先攻给的钱多。然后这里我回中路啊，这个开隐不走还在这蹲我，开加速墙啊，切脸一炮再锤过去，开隐开大，我们准备好安逸，落地给他锤开，蹦一下推推棒拉开，再一炮坐下收图啊，不收开隐。这边我们打一炮，这样卢线就得回家啊，就没法实现了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再过来啊，再来一炮，看到了吗？后期杰斯就这么 poke， 因为它本身太脆了啊，在这个护秒版本，你要不 poke 的话，直接上啊，这个结局就会像这样，对吧？被卢线狠狠的爆杀。然后队友拿龙这个开隐，一个人过来抢，他队友给他卖的，我们直接过来秒掉。然后这个蓝我是想给艾克的，但是艾克没一过墙，我一看小炮过来了，我想赶紧打掉的啊，还是被抢了。为什么我这么紧张呢？因为这个小炮啊抢了好几次蓝。不管是艾克打完了他给我捡了，又或者是他直接给打了，我也觉得很奇怪啊，这些 AD 对吧老喜欢抢蓝，抢了之后呢对吧还送，主要的原因是我跟艾克还没有得罪他，就是单纯的觉得自己需要蓝 buff。 你像这波团我就没有把这个技能给日女吧，就把这个炮啊往对面后排轰，谁脆就炮谁，最后啊再过来杀这个日女。然后开隐的话闪现干我们直接推推棒拉开，不是大哥你玩个应付你出金身干嘛，我勒个骚刚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开隐回家了，我来找他，因为超级兵马上就要推家了，结果他居然不回家啊，在这里蹲我。行吧，这一波算你技高一筹，不算技高一筹吧，他的心机比我深，知道吧？因为刚才他是被我操作了，这一波他并没有操作我，然后露露切龙恶心他，哎，他回不去，只能看着超级兵一下两下推掉。怎么说这么长时间没玩杰斯，我这把打的还可以吧？单排啊没有主牌，我看弹幕谁说福利局。本赛季啊第一次的峡谷之巅，排位玩腻了啊，来玩一下这个英雄联盟手里啊最有竞技的啊最公平的模式。这把打野呢是个杰格，我看到他选了之后啊，我寻思对吧，这把希望不大，想随便选个英雄玩一玩。但这个杰吧是战力啊，是国服杰，并且鼓励我们对吧，兄弟们好好玩啊，拿战力。这把我带飞，像这种没有被污染过啊纯洁的玩家已经不多了，我不忍心搞他，就把我预选的亚索啊换成了冰女。你们都知道啊，冰女这个英雄很无聊，我只有特别想赢的情况下才会玩它。这把是为了杰哥，因为曾经我也是啊打野位秒选杰，跟队友说啊我带飞的人，但是经历对面的数值怪啊以及队友的摆烂，我已经不敢了。看到还有人啊仍然坚持，所以我选择拿冰女助他一臂之力。
这边杰哥刷到4级啊，他要来，我们就立马交爪子过去 ，W 晕住啊 ，A 一下打出电刑，把伤害拉满，引燃外没省着啊，全交，就是为了啊帮杰拿个人头。我还记得某个水友玩个冰女，我帮他抓，他大招给自己引燃也不用，我怀疑他是故意的。就平时对吧，我玩杰的时候，你们要像我的冰女这样对吧，这么配合，我的杰至于赢不了吗？这个杰玩的很好，但是因为他玩的好，所以说下路被越塔给杀了。还是那句话啊，你玩的越好，你越努力，你的队友越抽象。也就这把我良心发现了，要不然我整个亚索啊，这把绝对赢不了。先说好啊，这个人头我没想抢啊，是不小心的 QA 习惯了。然后这一波啊，杰没大招，但是他还是很自信啊，找佛爷哥。虽然说前期杰是大优势啊，但是你没大招的话，这个优势也没用啊。其实这波资源就不该拿，因为杰没大招的话，你领先多大的优势都没用。所以这一波就带着我纯送了，知道吗？让佛爷哥大人收割了。看到没？英雄之间一有差距，素质高的英雄，哪怕开局0-2、0-3，照样能杀回来。然后我来下路游走啊，正好撞到佛爷哥了。为了防止他去收割双人路啊，我这边把他控住。我们大招冻住他，但是这边的话伤害不够了，我们直接丢个爪子直接溜，剩下的交给杰哥。然后这边辅助来了，我们直接爪子过去，大招起手。记住了啊，玩冰女队友来抓的时候就得大招起手，不要先 W 再大招，因为你的 W 能被闪现躲，但是大招只要锁定了，他们闪出去还是会冻住。然后对面佛爷哥对吧？开局0-3的佛爷哥钻到野区把杰哥爆杀。知道为什么他一亮杰我就不想玩的原因了吧？如果对位的是弱势英雄，那倒是没问题。但是你选弱势英雄对位强势英雄啊，十有八九这把就走远了。这不是技术的原因，知道吧？就现在这个游戏啊，你技术的话有，技术确实占很大一部分，但前提是啊，你用的英雄是同一个强度。我已经见过无数个开局大优势的杰哥被瑞文佛爷哥爆杀。所以手游里英雄真的很重要，不要总觉得我很秀，我操作好就可以用弱势英雄对吧打爆强势英雄。你能打爆是因为队友本身不弱，如果队友弱的话，你根本发育不起来，你更没有收割的能力。真正的逆风局不是说你能收割就行的，真正的逆风局，你的队友是会落荒而逃，不会给你打残血的。你必须单独处理对面5个满血的人，所以数值必不可少。这里杰只会拿龙我们一个人去躲后面。玩中单就要有打野的思维，要在打野最困难的时候呢，知道他想要什么。比方打大龙就是打野最脆弱的时候，所以一定要拖住对面给打野创造一个安全的惩戒大龙的环境。很多时候看似是优势，但是你一打龙，你的队友就让开，知道吗？让对面打野冲过来，然后跟你拼惩戒，你拼输了他们就点你，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去拼惩戒的。而且因为你靠着大龙，你还有那个减伤，你根本拼不过。这种情况就是队友的问题。还是那句话，不把打野当回事的人，你也上不去分，知道吧？因为打野就是这个游戏的主心骨。然后这一波的话，本来是他们中推我在上路的，结果我们的卡莎少爷突然回家了。优势局队友骑龙，他不来推，他去红区吃经济去了，然后导致我们正面骑龙只有3个人，被对面反打了一波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少爷过来了。这种 AD 我经常见，他们最喜欢玩后期发育英雄，尤其是队友前期优势，他们喜欢不跟队友，巴不得队友赶紧逆风，然后到了后面自己出风头，一个打好几个。想法是很美好但是现实很残酷，知道吧？他们玩的强不强一目了然，队友是优势，互玩的 AD 会跟上队友，然后赶紧结束。像这种故意拖队友节奏的，想着自己一打解的，都是那种对吧？就是教练给你选个卢仙你非得玩魏恩那种的，就是为了出风头为了爽输赢无所谓的。这边对面2个人还敢过来看龙，直接闪现 W 接一个 Q 技能，结果居然没有秒掉。我现在可是760的法强但是好在对面打野不在这一波远古龙完了，远古龙被抢了，我们去也没用了，先把这个中路的瑞文给他抓了。他还金身躲我大招，但是冰女的大招你规避之后是没有 CD 的，你还是跑不了。然后上面已经打输了，这个 AD 还要过去，就想着残局1打几，老是送节奏，这种 AD 是最恶心的。我拿命救他，然后我没了，然后人家继续吃红区，本来就能赢的局，知道吧？他非得拖到后面，然后对面想强推高地，我们只能先手进去把这个兵清了，顺便杀个人。大招结束，狂按金身，把对面技能全骗出来，然后赶紧闪现留住这个佛爷哥，结果他妈没人跟我。然后侧面还有个瑞文，这看他过来了，我操，离我远点，完了。虽然我记了但这一波对吧？这个冰女的强度你们也看到了，逆风局一个人断线还能秒一个，再配合金身躲技能，同时呢还能打第2套。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让水友玩冰女了吧？我就希望有一个水友能把冰女玩到我这种境界，随时随地为打野服务，这样我永远不可能踢你，我会每次都带着你。你再看那些上车的冰女我5级帮他抓，他一个爪子过去，然后交个 W 被别人闪现躲了，然后大招又给了自己，你说换你打野，你想带他玩吗？然后你看这个卡莎，队友帮他拖到后期了，神装了，他在这平 A 都不会用，就是他不知道该 A 谁知道吗？打团就脑子全是乱的。
都说卡莎是轮椅，但能把这个轮椅玩好的，对吧？有几个呢？有多少卡莎都是出门常见啊，带个疾跑，然后兑现028。你们发现了没？对面的卡莎永远是先护甲鞋带虚弱会玩的，自家卡莎呢永远是疾跑吸血鞋028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卡莎这个英雄本身很强，因为对面玩就很强。之所以风评差就是因为队友玩很抽象。然后这波的话，卡莎飞过去我们这边的话技能好了，直接给这个瑞文一技能再跟过去呢，落地一个Q 接 W， 这一波伤害拉满，风暴聚集，时光加大帽，我的法强800多，还是个光辉我追不上了呀，杰哥去追。我们朝下走后面有个辛德拉，我们先一技能破了盾W 接一个 Q 技能，金身躲一下，然后杰哥收掉这一波是个好机会，就剩一个佛爷哥了我们这边的话，你看我们这个切回法典145的 CD， 大招只有18秒，等他站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卡住 W 接 Q， 鏖战20多分钟终于打赢了。为什么这把我这么努力呢？因为我不希望再有一个劫玩家道心破碎了。